今天的鲜活历史，我们将对话张环。像乞丐一样的一个西方人说想请这个艺术家周末去我家里，是一个很小的公寓，边塞满了人，最有名的最 power 的黄老板在这儿，一个全球最重要的收藏家在这儿，完全像个傻子一样的，谁也不知道。关键现在后来才知道那个人是谁呢？就这个人那天给我介绍，其中一个老太太，这是 Mary Goodman， 这个画廊界的教母。今天的鲜活历史，我们将对话中国最具影响力且国际知名的当代艺术家之一张环。他1965年出生于河南安阳，20世纪90年代从北京的地下艺术圈崭露头角，后在纽约获得成功。在那里，他的创作不断演变，并赢得了全球观众的认可。张环的大胆挑衅性的行为艺术、绘画与雕塑作品充满洞见，常以发人深省的问题引发思考。他的作品被蓬皮杜中心、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诸多机构收藏。他以将身体推向创作极限著称，从一动不动地坐在粪坑里，到裹着生牛肉打造的衣服，到用寺庙的香灰塑造巨型佛手，他的艺术始终在追问身体、精神与社会该如何存续、记忆与蜕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与他聊聊自己从地下表演者到知名艺术家的历程，他对中国社会灵魂变迁的观察，以及何为永恒神圣之物。欢迎您，张环。先问问您，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为什么会有这个那么早进入艺术圈的这个行动？我出生在60年代，中国最古老，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殷商的今天安阳。3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在那片沃土一直随着黄河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流域发展，扩展到今天的这个版图。所以殷商时期就是我们甲骨文发掘的地方。我的名字张环，环水，您知道环水就是河南安阳河，环水安阳河的意思。在这条河的核心地带呢，就把这个我们祖先的这个创造的这个文字啊，甲骨文就发掘出来，到今天我觉得也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我的这个祖先呢，就是从这个脉络里过来的。那么具体的家庭，父母都是中国这个那个年代普通的工人家庭。那您小时候学艺术是父母支持的，还是那时候有叛逆期，我想去学艺术？我觉得是跟叛逆期也没关系，还是就是一直是一个，我是一个从小是一个野生状态下的孩子，因为在农村跟这个爷爷姑姑叔叔在农村乡下这个环境下长大以后呢，回到城市，就是他身上的这个气质就没有变过。或者说经常有问他你是，就问类似的问题，我说我是商纣王的后代，所以这是最典型，他天生就是这种气质。尽管您这么说，但你在后面的创作当中，甚至从一开始您的创作的这个出格的这个格都还挺大的。我这都不是有意的或者无意的，就是你的骨子里边就留着这个。你要做一个艺术家，你要做一个真实的自己。艺术家你要做的是一个灵魂的这个事情，所以你这个最基本的东西，你不尊重自己的内心，你不去思考最深层的，你不面对你的现实，你没法创作的，你出不来好东西。大多数，尤其当时你做这种试验，美院还是整个中国教学体系、美育体系还是接受不了的。
尤其是行为艺术，到了行为艺术这一块，就是今天，把30年前我们在当年做的这些作品，像为无名山增高1米啊，像12平米这些经典的作品，到今天你都没法实现，依然是大众是不理解的。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一样，就一下乱了。一开始是盲目的这个去学习接受西方的这个系统，后来呢，在这种乱象之后，艺术家们开始思考如何创建中国的当代艺术。那么书法今天也是如何创作我们东方人的书法，我们中国人本来就是中国人的书法啊。最重要的一本小册子就是赵无极先生，我以前聊过，他在82年呢，在中国美院培养这个假期美术班的时候，那些有一个参加这个美术班的，应该是一个艺术家，天津美院的还是哪里，他把整个赵无极先生在假期这个班的这个笔记啊，教学笔记，他总结下来，印了一个很薄的一个文字小册子。我一看到这个，当时都这种求知啊，这种接触外边的这个心情，因为看不到东西，因为没有新东西，你什么看的都一样的东西，所以很禁锢。这个有一点新东西都如饥似渴，那真是看到就把它看到一本好东西买不到得不到，就复印，不管多大的书，只要喜欢就开始复印，复印好用那个铁丝把它一穿，就是红宝书那种状态。那么赵无极先生讲的是，一件作品一幅画要让它呼吸，这幅画你如何让它呼吸？一呼吸才有生命，怎么样做到呼吸？你每一个地方，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都要不同，都要不一样，它才能呼吸，才能活起来，像身体一样的就有生命了。如果画的都一样，就死了，就躺在那儿不动了嘛，不呼吸了嘛，躺平了。所以他讲的这个非常重要，一下让我从来没听过艺术是这么教的。我觉得这个氛围很重要。那不自由是永远的，在那个年代，就是你都是偷偷的在做，就像一个犯人一样的，偷偷的，都是偷偷的，就做完就跑，全是这种。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做呢？全是像犯人一样作案一样的做艺术。那时候观众是什么反馈？观众哪里还管观众的？有观众没观众都就是做，根本不管观众。观众肯定不理解呀，因为你看我在厕所坐在那儿裸体，一个小伙帅哥坐在那儿，进来的人都那个视频里边进来的人，有的一进来一看起来就走，就不解手了。本来想接着走了几步，一看有人就走，有的呢一进来不行，别的不行就解手就看着就不好意思，就各种反应都有。就这就是它的意义，它开始为什么刺激到政府？因为这个太不正常了。这个，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西方的这个展览或者艺术圈？第一次去是德国。西方还没有。那我是做完无名山以后，开始收到第一个国外的展览是日本，在东京瓦塔里美术馆。他们邀请我去日本，是一个6、7个人的一个北京艺术家的群展，当时有王进呐，还有香港的一个艺术家，还有6、7个艺术家在他的博物馆东京中心做一个群展。那请我去呢，除了做我的作品，他主要想让我去做一个表演 performance。那我在那边，那是第一个，我在那边做了一个65公斤比3000多少平米的这么一个作品，
因为它的楼的空间体量是3000多平米，我的体重是65公斤。那我站在这个大楼的美术馆的对面，这个街道宽街道对面的一个楼顶，我用那个书写的管子，整个接到他们那个楼上，我想把它拉过来，拉到我这边，再做这个作品。那是第一个。后来做完为鱼塘增高水位，在那个南磨坊那儿，我当时住在那儿房子。做完那个作品，刚做完，第二天我就拿着这个作品冲了几个照片，我就找高明禄老师了。他那个当时正在北京策划，就是找艺术家访问艺术家，策划他的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最著名的一个大展，叫 Inside Out， 由里到外蜕变 Inside Out 新中国当代艺术在纽约展，他正在找艺术家。那我刚做完这个，我就去跟高老师我说，我刚做了一个作品给你看看。他当时住在那个后海小的房子里，他呢第二天他要回纽约，因为这个展览太忙了。我刚做完给他看，好，他说不错，照片给我，我带走。我告诉他这个作品是怎么一个概念啊，他一看到他就走了。结果2个月之后，他的助理纽约夜里给我打电话，张环，那个我们亚洲协会高老师做的这个展览，亚洲协会美术馆在纽约 PS1 这个博物馆做中国当代艺术展，我们想邀请你这个参展。哇，我一听很好，终于有机会，这就是太棒了。他说能不能有一个要求，能不能把你这个为鱼塘增高水位这个作品呢放到我们画册封面上，也用于整个宣传在纽约在全球媒体上的这个宣传的这个主打的 image。 我一想，我这还用问呢因为要签合同的，你要艺术家要给他 agreement 同意才行。我简直我就不敢相信，那我太激动了，一夜睡不着觉。结果这个展览这个在1998年的秋天9月份在纽约开幕，请了很多艺术家都过去。哇！我一下飞机，这个坐地铁上满是我的作品，全是这个为鱼塘增高水。我走到哪儿，全是杂志上，翻到杂志上是，因为纽约他那边做事情啊，风格是一做就是铺天盖地，一个 image 到哪儿你都要记住它，因为这段时间啪啪啪过去就没了嘛。我一到亚洲协会美术馆，大招贴为鱼塘增高水位的这种大的布条，哎呀，我激动的不行。我第一次到纽约，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在纽约开始，大家知道有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家，代表新一代中国当代艺术家来了。当时在纽约的老一代的，像蔡国强、徐彬、古文达，他们这3巨头是作为50后在纽约最棒的，他们都是拿着中国的这个传统符号、传统语言啊，你看徐彬老师的这个汉字啊、天书啊，老蔡的这个爆破呀、这个烟火呀，这个古文达老师的这个头发书法呀等等，他一系列的这些作品，他们早就被世界知道了，早就很成功了。那么这多少年后，一个60后的，然后用身体做艺术的来了，所以这个欧美这个艺术世界，他要寻找的是一个全新的人来。如果我做的跟
老一代的这些类似的不会选择我的。为什么那么多去纽约的这些艺术家参展的有60多位，中港台选择了我，然后《纽约时报》这个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当然，跟我在 PS1 就这次邀请做的一个表演也有关系。那个表演叫《朝圣纽约的风和水》，我是运过去，从马未都那儿找了一张那个罗汉床，明代的罗汉床，仿的罗汉床运过去，放在这个博物馆院子的门口，放了一层大厚冰在这个罗汉床上。请了纽约的这个亚洲协会博物馆，他们家里都养狗的，我都把你们狗狗都拉过来，都在这个床的周围。然后我用西藏的磕长头的方式，从街上磕到美术馆，趴在这个冰上。那个作品叫《朝圣纽约的风和水》，第一次来纽约，第一次做表演。结果没想到那么多人，几千人在那儿看我这个做表演，然后这个做完以后，哇，有一个像乞丐一样的一个西方人，说着英国的这种语言，就跟我的翻译说，想请这个艺术家周末去我家里参加 party。当时就收到了。后来一去这个 party， 这个房子呢就在曼哈顿的33街，8大道7大道之间。整个这栋楼上就是传说的各种奇形怪状的人物，就是都有摇滚乐的、这个戏剧的、这个各种的同性的、朋克的，所有的。按照这个地址带着我到这个楼上，是一个很小的公寓，大概有100多平方，有一个小客厅。哇，里边塞满了人，都是3类人。一个是全球最重要的画廊老板，最有名的最 power 的画廊老板，从英国从纽约在这儿。一个全球最重要的收藏家在这儿，一个最棒的艺术家在这儿。就把这个屋子塞满了。那一天我整个第一次从英文也不行，完全像个傻子一样的，谁也不知道。关键现在后来才知道，那个人是谁呢？就这个人喊我的这个人，他是在纽约艺术世界，他叫 Peter， 英国人。他在纽约的英国的这个欧美的艺术世界人缘特别好。他太太是《纽约时报》杂志的这个撰稿人，他是一个艺术的推动者，他知道一个 party 应该喊哪些人，这个 party 会非常大家会来。你看都给那么，他要没有这个 power， 那些大老板、大收藏家这些大的画廊老板不可能去的。这么小的一个公寓房，谁去呀？不会去的。结果都是最重量级的。那一天给我介绍。其中一个老太太，这是 Mary Goodman。Mary Goodman 是谁 ？Mary Goodman 是纽约这个画廊界的教母，代理 K 夫尔，代理这些所有的名家，杰胡沃，所有的都是他代理的。我说你有画廊吗？他递给我一张命名为，后来才知道，这个是什么？伦敦的 White Cube。这 Joblin， 这个是从迈阿密来的这个当鲁贝尔 family， 那个是谁？这一下我都认识了，但是都不知道他们是谁，都很傻。后来那个 party 就是改变我，那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个 party。途中这个 party 没完，我就带这个收藏家夫妇，我走去钱德烫吃小笼包子去，就跟他也对我很好奇，很喜欢我，就跟着我去吃包子。吃完包子，好，都走了。
那么我的第一个展览，在纽约第一个个人展览在画廊里边开始了。开幕呢，本来我跟张培丽，我们2个人双人展在这个 Max Portage 这个画廊在 Chelsea， 但是呢，另外一个画廊老板喜欢那个张培丽，想做他的，那我有机会了，那我就个人展览，他去另外一个画廊，这2个画廊级别都差不多，都属于中等的。我做了，那我的这第一个展览开幕，这个迈阿密的当鲁贝尔这个大收藏家就来看了，全买了。这个展览他全买了，那我就准备好的街头去画肖像，像艾薇薇、陈丹青在街头画，没画一张，不用画了，准备好去这个洗盘子，餐厅不用洗了，准备的最绝的是准备背尸体、背篓，去医院里那些去家里的背尸体，然后刷尸体，那个赚钱最多，这个我都问好了，没实现背尸体的这个梦，就从那儿就命运就变了。出生在罗马了啊？已经起点就是罗马了？不是起点罗马，就是人挪活，树挪死，就这个感觉，我的运气就来了。听起来好像您是很有意识的把自己往国际市场去推。我不是很有意思的，你推没用啊，那个风口不在，你推没用啊。是想出去的。当然想，因为在国内你200块钱你都借不来，房租你也交不了，然后我走之前把所有的都卖了，才卖了$200，就带着$200去纽约的。很快就在那儿，在纽约，这个整个半年就哪有钱租房子啊？都是借朋友的，这儿住2周，天天换，借了半年，最后租了一个房子$500一个月，所以混不下去了。那是98年，您是什么时候下决心就是我要搬过去，就彻底过去？我走的时候就不想回来，因为最后一条路不成就没了。国内非常窘迫了。不是你8年，你想想，你8年抗日8年都打败日本了，你做一个艺术家这么一个小事你都做不了。可是我看到一个说法是，您去之前去纽约之前，你还玩什么？你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你还玩什么？你怎么跟人说呀？去了纽约完全不一样。不是，你不离开中国，你没法见人了你。但是纽约的这个咱们说待遇是您没想到的，就这个城市对您的这个待遇，西方世界对你。那您有感受到，毕竟异乡过去，除了这个好一通欢呼、夹道欢迎之后，后面有一些害怕、担忧或者不习惯的成分吗？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想到，就是做好了背尸体但是完全不是你想象的，没有让你去打工1天，到那儿就开始有人买你的作品，就到那儿美术馆的作品，就诗人的，你在美术馆工作，这些在美术馆工作的这些朋友们就开始买我的$500啊，明天我$800，他就开始收藏了，他就在底下就没有通过画廊，那时候还没画廊呢，你就开始逐步开始有生活费了。他是这样的，然后你没想到他是来到纽约，结果你的真的美国梦就真的在美国实现了。那当时去的时候就是无法面对这个国内的父老乡亲，自己的父母家人去了。但当时会有觉得，其实您是离开了故土，再到那边去创作，会有不一样吗？那毕竟是别的国家。我离开就是在那儿是最后一搏，到纽约就是最后一搏。当时的目标是？当时的目标就是首先能有饭吃，能混下去，待得住，因为不行就把你赶回来了，所以当然你就先混下去，跟到北京一样，在北京是先混下去，先混就是先有吃的，然后有了吃的再做自己要做的。
这到纽约也是啊，面对的更大的，因为更贵啊，语言也不通，食物所有的文化完全变了，整个两个世界嘛，跟你的原来的状态完全是两回，你得重新开始，所以那就是更是就一意孤行，赌到底了。有过艰难的时刻吗？我的个性里边就是一个赌徒。我在纽约把我这个辛辛苦苦这个卖的画钱全赌输了。是真的赌？对呀，大西洋赌城。为什么呀？不知道。后来呢？赌输了之后又一无所有了。又一无所有，从头来。想要的很多，然后也能都放下。也没有想要的多，就是艺术家的这个天真吧。不是乡下穷嫂子进城之后被纸醉金迷，一般去赌钱不都这样吗？不是，没有这种状态吗？我觉得去赌场，一个是体验，就是人生啊。赌场的输赢都定好的，就是你对人生的一个体验。去赌场，你不是死就是活，你不是输就是赢，反正就这两个结局。一个是我觉得是一种体验吧，因为在国内你跟赌哪有一个没关系啊，哪有赌场，也不可能赌，也不懂，也不会打牌，这到那边要有这个条件。当我赌输的时候，就是 Trump， 就今天的美国总统，我在他的赌场赌的最多，他的赌场叫印度皇宫大西洋赌城塔吉马哈。那我这个他都有记录的，他们的我赌的这个次数和我输掉的这个金额，他们都有，我就成了他的 VIP 了。哎，他生日 party， Trump 生日 party， 都跟我寄邀请卡，然后派那个 Lemon 那个豪车10几米长的去我租的那个破房子那儿去接我。所以您见到他了？你听我讲，去接我就是免费的啊，免费的，拿着邀请函，这个坐着他们的车，赌场的车，到那边还送你钱让你赌，吃喝全部。美国的赌场就是吃喝全是免费的，随便吃随便喝随便抽，全是给你送，就是让你把钱放下，把银行的钱全取出来给你放这儿。它是这个概念，所以当你一下输透的时候，好了，你对自己有要求了。赌场这个局，以后只能玩，不能跟他拼命。就像孔子讲的，君子不与命争。所以就开始从那以后就开始走到世界各地，我也去赌场，但是呢，规定好，就这个限额，玩一把输掉就输了，赢也走了，就不能跟他较劲了，较劲就会输得很惨。你会不断的借钱，在赌场借朋友的钱拿过来，咵嚓1万美金一下就没了，几分钟就没了，因为你赢的时候很快，然后输的时候又很快，你就知道这个套路不行，它是机器，你是人，你玩不过它，它有套路的。好，我们把话题引到哪儿呢？就是纽约。我的过程是北京8年，纽约8年，然后05年回到上海。回到上海，那是为什么回上海？就是当时你的刚才一个问题是在纽约，当然在纽约又遇到了新的问题。纽约的新问题，虽然我的商业很快成功，事业很快成功，但是你在那个金融大收藏家、那个大艺术家，所有的都是大的最顶级的，就是一个金字塔上的每一个领域都是你还是不是，你还是什么都不是。那你比起自己在从一无所有，
从这个没有名气啊，到那儿有了一点点名气，有了一点点生活费，对于自己来讲是发生了天翻地覆。但是你那一点到纽约这个 city 又归零，又都归零了，因为这个城市它的包容，它的那个厚度，它的所有的都不在一个尺度上。因为纽约是全世界全球各地的来这儿朝圣的艺术、金融、这个时尚，所有领域都来这儿朝圣来了。那我经常在纽约能看到世界各地的这些收藏家也好，都来这儿买东西，这些博物馆馆长都来这儿学东西。这纽约是个中心呐，任何城市到今天，我觉得没有一个城市能代替纽约。纽约是人类发展到一个极致、走向衰落的一个标志，因为人类不可能再往上再走了。到世贸倒下以后，这个人类的文明就结束了。所以没有一个城市啊，就是从这个发展人类所谓的文明发展的这个大都市概念来讲，纽约是 unique 唯一的，没有一个城市能比。到现在也是，全世界我都走遍了，没有一个能比。因为它的制度，它的城市的规划，它的所有的东西就是太包容了，太科学了，就是所以才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这些最有才华的、最有能力的、最有财富的、最有知名的居住在纽约。为什么蔡国强都在纽约，徐斌在纽约，这个刘晓东现在也在纽约，都要在纽约，起码要待上几年，要度一度，要把自己整个的这个就是像炉子里边这个要烘一烘。所以纽约的问题是，你再大声喊，你再折腾，就没人理你，没人关注你。没人关注你。我怎么记得就是您那前后，其实他们对中国的这种艺术，其实或者是对东方艺术，其实产生了挺大的兴趣。高明路先生这个做 Inside Out， 那是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走了一遍以后最后一站，美国人是最后才接受中国当代艺术在那边展览的，已经从欧洲、德国什么都转了一圈了，这是最后的，是吧？才开始，就是整体来讲啊，我们太弱小了，这个在美国。当然，所以遇到了你又是一个文化问题，如何国际化，如何这个不能丢掉你的 DNA， 如何创造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那么当时我就很自然的我在思考，我怎么在以纽约为背景，在全球做项目，我应该是什么一种状态。那我就跟自己找到一个叫 Glocal 这个概念。Glocal 这个概念它是 local and global， 又有你地域的，你本民族的，还有全球化的，把这两个概念我结合在一起。它不是你的 DNA 不会变，但是你上升到一个新的大家能看得懂，它不是一个民间艺术，所以我就给了一个概念叫 Global and Local。 世界各地啊，就是从 PS1 这个朝圣纽约风格时，我就开始做我的系列了， My America， My Boston， My Sydney， My 等等，就是我的系列就开始出来了。My Australia， My Tokyo， 或者是对，全是在世界各地我做表演，都是我的系列，
我心中的。那西方世界对您这个 Go-Local 的这种表演，他们的评价是什么？他们觉得没见过像诗一般的，像诗歌一样的，像东方的诗一样。因为我做的东西其实从视觉效果跟西方的表演艺术那个完全不同。他们这个要刺破呀，或者是要这个稀里呼啦呀，要乱八七糟啊，杂呀闹啊，我做的很安静。你像坐在厕所里很美很安静，趴在冰上一动不动，只是在呼吸，在为无名山增高1米这个大山上，在这种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这种东方概念，你看我趴在冰上的这些作品，到了无名山又是趴在山上，大家都趴在我身上，全是这一个符号，我的符号化的东西。我在这个包括雕塑上都用这个符号趴在那边啊，整个这个我的系列就出来了。您在国内创作的时候也是想呈现正常的生活，可能会有一些反抗。那走上国际了之后，那时候创作的这个意图是什么？想表现的是什么呢？想表现一个河南人在纽约呀，河南人在世界呀，这是想表达的。所以我在惠特尼美术馆、惠特尼双年展请我做表演，我就做了 My New York。My New York 就浑身牛肉那个，对，那个就是我在纽约找了这个10几个河南人，在那边打工偷渡移民的，抬着一堆牛肉，然后买了800多只鸽子。当时是那911刚结束，把这个和平鸽在纽约街头曼哈顿送给这个路人，各种拿到，有的人不敢接，有的人接，一接都就放和平鸽了嘛。我这个My New York 这个巨人的这个 body。那时候有没有也是对生活在那儿，对当时的一些生活场景一些反抗，一些愤怒，一些？那个时候不是他不是反抗，那个时候思考的是人在一个地球的那边不属于你的土地上，你的那时候的压力，那时候的担忧，是你的身份和你的民族，你是中国人的那个感觉就出来了。你在国内你不出国，你永远不知道你中国人是谁，你出去以后人家才知道那是中国人，那是黄种人。你说你这个你是中国人这个身份你要待得住。为什么有 Family Tree 那么有名？家谱在大都会，在卢浮尔宫，在世界各地成为我今天的最代表的作品。家谱那就是对身份，移民以后对全球化这个状态下对身份的这个强烈的一个态度。就很多人就是到了美国，到了这些大都市，他就没自己了，最后就 lost。你在一个异乡他国，你在这个地方，你首先你想得到尊重，这是最基本的啊！一提中国人牛逼，中国人好，这是你对。那我刚到纽约时期创作的一系列作品，都是在这个都市，在这个文化背景下的水土不服。怎么个不服法？啊，水土不服才导致了我的美国这个作品在西雅图美术馆，啊，很多面包砸过来，哇！那我去美国其实就是为了有一口饭吃嘛，对吧？我因为在中国没饭了，去纽约想有一口饭吃，然后呢，有了饭吃才能活着嘛，才能做事情，所以就遇到的这种身份和这种尊重的这个问题。比如我太太这个怀孕，在曼哈顿，我晚上下去，我刚到纽约下去帮她买东西，突然就有人截住我，你饿吗？给你面包。
没遇到过呀，在中国哪有人会就在大街上就堵住你给你东西吃？那我就心里很难受。我说我艺术家，我再穷也不需要你这么怜悯我、侮辱我。后来才知道那是教会组织，教会组织给乞丐每周的星期几在那儿排着队给他面包，给他汤，打一碗汤就乞丐 homeless 去吃，那把我当成 homeless， 我不是 homeless 所以这种我举这个细节啊，这就是一个身份，一个尊重的，所以才有了那个迈尔迈尔克的那个作品。你看我在纽约做完朝圣纽约风和水这个作品以后，第二天的纽约时报的头版，艺术头版，我的一张大照片是最有名的那个评论家艺评家写的，他的标题就是一条龙两个头，一条龙在溶化这个永冻土，把永冻土给溶解掉。这就是我的艺术，我身上带的这个东方文化给西方人的刺激。你这个标题起得多好，两个头的巨龙在融化一个永远风冻的一块土地，这就是中国要开始开放了，要活了，要开始春天要来了，日出要开始等待了，可以出来了，等待日出了。它有，你看这种大的媒体啊，你看它的题目多好写的，这就是对他们的影响。那我不同的这些项目，不同方面的去让他们知道，所以很多现在评论说是张环的艺术在西方世界，就是他说我的贡献就是让西方人强迫西方人接受了中国当代艺术、中国行为艺术、中国式的行为艺术。那西方给您带来了什么？有一些融合。西方给我带来了很多，我在整个中国之外、世界各地跑了这么多年，给我带的最大的礼物，我知道我是中国人，我是河南人，终于认识到了。这是最大的礼物。您在创作的时候会觉得，在外面见了这么多，会对创作的思路状态有影响吗？就是变成一个中西结合的。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因为你一直坚守着，你从哪里来，你是谁，你到哪里去，就是这个基本的哲学命题。那我只有离开中国去了地球那边远距离的时候，才搞懂了我是个河南人，我是个中原人，中国人。就这是最大的收获，你终于弄明白了，你终于弄清楚你身份证上写的这个张环1965年出生于河南安阳，就这是最大的收获，你知道你是谁了。原来你不知道你是谁，你不知道北在哪里。那么今天包括未来，我们的真正的问题，我们最大的要研究要面对的是关于我们人类的未来。什么未来？是关于所有的这个科技到来的时候，所有的
人工智能 AI、AGI 到来的时候，生物科技所有的都到来的时候，我们人类到底如何面对，如何应对？所以我称为非人类时代已经到来。非人类时代已经到来，我的创作、我的项目都在往这个方向已经在做了。非人类指的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非人类是我们的 body， 我们的传统意义上的人体、人类，我们的思考已经介入了传统之外的全新的我们的脑机接口。我们的这个机器人，我们的从碳基到硅基，从硅基可能又升级到另外一个生命体，就是这是我们的矛盾是，我们将会被非人类代替，或者会被非人类消灭，还是保持我们的人类的这个状态？就这个是。前面全部翻篇了，10000年的历史，还是5000年的历史，整个人类这个星球，我觉得可以开始翻篇了。但是05年回来的时候，那时候不是现在这个状态。那时候，其实我对那个香灰夜宿也很好奇，就是看起来是非常东西的一个结合。香灰和夜宿。对，香灰艺术那是05年回来的，那也是只有在离开中国10年后，你才能发现香灰，一个道理，你才能知道张环是谁，你才知道寺庙的香灰那么神奇，因为你在外边看不到，你原来也看过，天天从小就是去寺庙去拜佛，去烧香拜敬香拜佛，但是你为什么你从来就没看到它，视而不见呢？为什么回来以后到静安寺一下你就看到了？你就发现了它的魅力，发现了它的那么 power 的这种灵魂精神状态，祈愿的另外一个平行宇宙的。那时候我觉得寺庙就是元宇宙，寺庙是一个平行世界，医院是个平行世界，火葬场是一个平行世界，人间又是个平行世界，无数个平行世界，它都不一样的，它里边的能量场全不一样的。您什么时候开始信佛的呀？信佛，我觉得就是骨子里边就一直就有。因为你母亲好像也是信佛。DNA 里边就这个血液你分析啊，他就信佛。你去研究一下我的细胞，我的血液，那他肯定一分析，他就是佛教信佛的这个，他不是，他肯定是这个。当然，这都是长得不一样。其实我觉得佛，所有的神，都一样的。东方的佛和西方的上帝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佛一模一样，这个耶稣也一模一样，就没有区别。只是叫法，就是你的名字和我的名字不一样，我们样子不一样，里边是完全一样的。那您觉得这么多年中国它有什么样的变化？您出去了又回来了。中国的，我觉得在国家的发展方面，各方面发展方面非常厉害。真的是跟10年前的中国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世界是一个好事，它有一个多元的这个文化，它有一个跟西方可以平起平坐的这么一个状态。虽然我们还存在很多问题，我觉得整体是作为中国历史来讲，现今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最黄金阶段，最黄金阶段。就像南怀瑾老师走之前讲的，中国的昌盛至少还有250年。
脚踏实地，这个如鱼得水。前天我还去美国去签证，还签下来了，2个月前没给我签证，问我2个月前为什么拿不到签证，问我你为什么放弃绿卡？我说时间久了搞不懂了，我说因为回到中国工作，当时可能就放弃了，所以没批我。昨天又在问我那个签证官，你是不是放弃了绿卡？我说是的，我说在06年来到中国以后，我在这边建立了Studio，所以大部分时间在这儿工作，没有时间过去就放弃了。虽然我的孩子他们都生在纽约，我的Studio在纽约都有，我在纽约生活了那么多年，是我的故乡啊，我当然还是地球这一块土地是，但是我们就是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一直有的，但是我们面临的新的问题，我也是马斯克的粉丝，就是不管是火星移民还是其他星球的移民，这个乌托邦也好，还是能实现也好，起码他提出来一个新的可能性。那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家，中国的这些政治家，这个思维呢就不够，就不在这个级别上，就还在想着就是多赚点钱而已，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马斯克他就是代表了美国文化他能提出来他的9大集团公司所有的都是为未来的火星移民做准备，这个非常有意思。就像那个在德克萨斯州在哪里跟他批了一块独立的一个城市叫火星城，知道吧？对，你看政府就支持他，按照你规划的，这也是为移民火星的做准备的，提前在这边做实验，仿那个环境，仿那个自然。这个是人类的出路。所有的思维我们过去的传统的这个思维模式，看待问题的方法角度可能都要改变，彻底的改变。我特别坚信，很快3到5年的这种，就我们来不及调整自己，但是事情已经都发生了，很快我们没法面对非人类的这个到来。您在国外那8年10年，您是怎么赚钱的？因为您现在很富有。我不富有，我怎么赚钱呢？我就是艺术家，能靠什么赚钱？艺术家就是靠卖画了，我就靠卖画了，知道吧？我全是我的作品你看，我有我的画廊，佩斯画廊，有很多这个好的这个收藏家，很多博物馆都在收藏。我就是靠作品，全部我的这个全是作品，卖掉的作品，而且我还建了几十所小学，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贫困地区十几个省，张环希望小学在过去建了几十所。都是我们基金会，就我卖画的钱给这个边远地区，还资助这个北大的朱金生教授做研究，还资助这个台北的这个师傅是买地做寺院，$2 million 现金呢，就那10几年前呢就给他们了，现在要想想不应该给，
现在突然没钱了，现在突然这个钱这么难挣，开玩笑，就是那么你说多狠呐、十几年前拿200万美金，直接就不眨眼就划过去，让他们买地建寺庙。安藤忠雄设计的艺术，在这个寺庙这块地上300亩做一个寺院，做一个雕塑公园，做一个宗教佛教美术馆。所以支持过很多。对，因为当然我也收藏了很多东西。这好像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传奇，就是去了西方回来就大赚一笔，然后不能这么，就是美国梦呢，我觉得实现了，就是幸运吧，就是太幸运了。我觉得还是就虽然我早年那么多的艰辛，你们所谓的艰辛，所谓的这个磨难啊，所谓的等等等等，但是最终呢，我觉得我还是非常幸运的。我这样的何能何德，我也确实没什么才华。说实话，我真的在艺术创作上没什么才华，但是只有一股这个玩命的状态，我只有这一点，这一点可能是我优于其他的那么多聪明，那么多智慧，那么多，可能这是我唯一的这一点，我发挥到极致了。我不怕死，我怕疼，对啊。那豁出去的时候，这事儿100%就成了。一个事儿你下定决心，我跟你玩命的时候，肯定这事儿就成了。你不用讲，迟早会成。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你命里边得有豁出去的这个 DNA。你命里都不敢豁出去，你还舍得？你看大舍大得，小舍小得，不舍不得，舍命得天下。那这些政治家谁不是天天脑袋掉在那儿，随时可以被拿走的？他玩政治就是玩天下的，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您可能属于还是比较乐观，因为在刚刚所有的描述当中，我听到的艰辛或者是磨难的成分其实很少。不是，你现在你作为一个正常人、普通人去看待那一段的生活，比如拍成电影也好，怎么，那确实很难。难的钱都借不来，都没饭吃，那确实多难。但是，并不觉得难，就是当你做一个你特别热爱的事情，你笃定了，这就是你终身最爱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觉得苦，你才能成。你可以玩命的去，谁阻止我做艺术，谁阻止我干嘛，我都可以跟你分道扬镳。谁阻止我热爱的事业？那当时都是这种状态。就是我这个可能有点那如果说做艺术事业这么重要，那在西方世界，在纽约，被看见不被看见又有那么重要吗？当然也重要，你总要生存了，你又面临着新的生存了。当你这个成功了，有一点成功的时候，那你希望大的成功啊。那当你这个不矛盾，两个故事，你热爱的事情和你要求的那个地位，这是两个事情，不矛盾。你热爱为什么不能让他又做了你毕生热爱的事业，还名留青史呢？你为什么不能这样呢？05年回来的时候感受到的是这样的吗？这个世界不像之前那样让你这么苦了，非常接受，非常也不是，我的问题，我的重点没有思考这些，我的重点是如何创造出更影响人类，能留在历史上，给人带来爱和美好的作品。所以，前一段一个采访，我结束的时候，让我视频我结束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用在这个主题，也可以。我觉得人类的只有爱，这个 love， 只有这个 love 和爱，才是拯救人类的唯一的
种子，火种，唯一的火种，这个爱。人类如果都具备这个大的爱的时候，人类就有希望了，就不可能被非人类、被 AI、AGI、机器人给灭掉。所以这个是核心的核心，这个主题可以考虑这个名字。那好，现在如果这个其实是系列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会问每一位老师，就是你想对现在的年轻人、现在的小孩说些什么？因为大量我们采访的人都是经过这种东方和西方的遇见的，就是想干啥干啥，该干啥干啥，这个就是 do you what they want。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是无所顾忌的做，疯狂的做自己爱做的、热爱的事情，不管是好的坏的，没有好和坏。你以为这个事情是坏的，比如本拉登把美国大楼给炸了，是吧？它是个坏事情，但是它改变了美国，改变了世界，让我们有新的启发性的思考，我们如何面对这个星球上的这些生命。如果你过分的、恶意的自闭的话，你就遭到这个结果。它是一个看着是坏事，但是它启发了后人。那您觉得对下一代来说，他们还要出去像您那样去看到外面的世界还重要吗？当然重要。为什么？当然依然重要，行万里路啊！你不走出去，书本上的这些纸上谈兵的东西跟你实战两个故事。行万里带来的你的认知、你的格局、你的视野，你对事物思考就不会那么井底之蛙了呀。你会知道，哇，这个山外还有山呐，人外还有人呐。你会知道你的局限性啊，你会知道事物的这个整个一个生命周期到重生再一次开始，你就知道人的死亡不是死亡，是换了一种生命形式啊。你就知道你在宇宙中是永恒的呀，永生的呀，你是永生的呀，每个生命都是永生的，只是换一种物质形式而已。